都已经这样了，为什么不那样呢？都已经这么豪华了，为什么这里不稍微加强一点呢？大概30年前，你给我闭嘴！听名字都好像。沙漠。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玩具》，我是雾。你好，我是23。很快啊，这个半年过去啊，我们今天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的是什么？2023年万代秋季推荐的排行榜。今天呢，就是一样找了一些他妈群不同系列的商品要来介绍给各位玩具人。先从第一个23来跟我们介绍。我第一个呢要介绍的是这个 SHF 的鲁夫索隆鬼岛入侵篇。它这次航海王在 SHF 系列呢再开，因为它上一次出已经是10年前了，睽违10年推出了它新的和之国篇的造型，可动跟造型上面我觉得都进步非常多。除了它的头雕表情真的是比之前在更生动、更还原之外，像它的肚子也特别做了一个更让肚子往前倾，这样子弯腰都没问题的关节。很特别的是，我觉得像鲁夫他这次的和之国的造型，草鞋的部分是可以分离的，这就会让他在摆动作的时候更有像冲刺的感觉。他这次脸是不是富蛮多的？就像很惊讶的脸啊，然后还有大笑啊，跟帅气打架的脸。刚 pistol。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还在想说要不要先看日文版，后来想说先看英文版好了。我也是想要先看日文版，后来发现好像不行，因为他们的脸是外国的脸。之后是不是也要推出真人版的 SHF？ 他在宣布说要推出航海王真人版的 SHF 的时候，作为一个编辑，我就直接大胆下标，真是一个大胆的商品化。他发布的时候连播都还没播。然后我看那个官图就觉得，真是惊人呐。那下一个就是在真人版非常有人气的索隆，他这次也是以和之国的这个鬼岛入侵的造型再次登场，他就带着他的这3把刀，可动的3把刀，穿的这个黑色长袍。虽然相较于他的这个穿着，所以他的可动比较受到局限，可是因为他的这些刀的这个细节真的是做得非常好，还有可以替换、可以拔刀的状态都有附。当初发表的时候是索隆、鲁夫跟香吉士一起开放预购，然后香吉士是10月才会发售。那接下来这个系列还会再推出罗，也希望可以再陆陆续续把这些和之国的角色也都慢慢出齐。我的一开始呢，我也从 SHF 来切入，是有钢铁人跟萨诺斯，那他们呢是 5 years later edition 5年后的版本，大家变成粉了之后，大家剩粉之后。当初无限之战的电影上映的时候是2018年，终局之战是2019年，终局之战的时间点其实是无限之战的5年后，所以其实应该是2023年。他在2023年推出了一个真正的5年后的版本 ，real 5年后，这是超级 real 5年后的钢铁人跟萨诺斯，有点微妙了啊。钢铁人之前呢，就是马克85也有出过蛮多种造型，基本上会有一些战损的表现。那这次的5年后版本算是一个全新的钢铁装，它涂装也是说有用新版本的涂装去制作。以我个人的感觉是，金色的部分有跟之前的版本有一些比较不一样。应该说它这次的整个彩度是降低的，感觉有点沉重的帅气。这次的钢铁人马克85呢，转到背后直接就是这个重型极速炮装置的这个武装直接附在背后，配件其实也蛮丰富的，有东尼斯塔克的裸岩头雕，然后还有它弹指的时候有一种那种电流特效的替换手，还有2个可以替换手前臂的大炮武装，整个算是非常的帅气。它银色部分的涂装是非常的有金属质感。再来呢，换到我们的萨诺斯，它就是之前全副武装的造型，在一些地方有用新色的涂装，改变最大的地方就是它肩甲的部分，稍微的提升它手臂的可动，身体还有四肢的部分就跟之前一样是属于比较魁梧，然后比较沉甸甸的手感。那我觉得最赞的就是配件，它是有换上奈米手套的配件，只不过呢上面是没有宝石的。之前如果没有入手过萨诺斯的话，这支我觉得还蛮值得。还有很多的配件，有头盔，还有没有头盔的头都有附上。接下来我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 Figure 洛超级战 Extra Battle Spectacle。Figure 洛出过最大只的角色，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它的这个特效地台的这个配件，整个这样子延伸上来，好不好？火的这个特效感，熊火焰，这个手的打击感，上面的涂装什么的，我觉得都做得非常棒。尤其是它这个整个火焰的这个透明感，鲁夫身体的动态感，配上他裤子的涂装，我都觉得非常帅。而且它也是和之国的造型。那我讲一点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拿到食品之后觉得很惊讶的地方，坐在展场看没有发现手前臂这个地方它是做塑胶的材质，偏可惜。我觉得
都已经这样了，为什么不那样呢？都已经这么豪华了，为什么这里不稍微加强一点呢？我接下来要介绍的呢，还是 SHF 系列的烙印勇士首次合作。我觉得他推出玩具也是大家应该会蛮喜欢的，没错毕竟他这个 IP 也算是很久很久了。这一款就是彩之的狂战士造型，就是它已经在经历了那些大风大浪之后，已经披上了这个黑色的狂战士装甲的造型。配件就是有它的这个斩龙巨剑，它衣服呢就是层层堆砌出来这个尖锐的盔甲，披风也是这次是用布做的，然后就是有这种破旧感，然后再加上印刷，整个披风的细节更有沧桑感。对。然后它现在的造型也是做的非常精致，除了它这些剑上面的涂装跟这些战损的刻痕，另外它的配件呢就还有护弓剑枪，还有它的那个加农手炮。它接下来10月份是会推出那个光之鹰的古力菲斯，那个我也非常期待，因为它是那种很闪亮亮的造型。最新发布的还有一款是狂战士彩之兽化版本，就是它整个已经抓狂被黑暗吞噬的时候的那个更为激情的兽化版本，它叫做狂战士铠甲激情，也是很希望它这个系列继续出。对啊，毕竟它现在动画也在 Netflix 有上，我觉得可以让更多人看这个作品。我在看《烙印勇士》的时候，我超小，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年纪超小的，大概30年前了。你给我闭嘴！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 Figure Zero 鬼灭之刃的炼柱甘露寺蜜梨。听名字都好甜。甘露寺蜜梨小姐呢，是整个呈现出她准备拔刀施展炼之呼吸的造型。炼之呼吸又叫做香之呼吸，前倾的姿态非常的动感又漂亮。她的头发还有她这个鬼杀队制服的长袍，整个是这样飘起来的，跃动感呢做得非常的不错。那头发的渐层呢，从粉色到绿色的这边也是用一个很漂亮的色彩还原。在这个日轮刀的刀刃的部分呢，也是做出了这样子4片爱心的很特殊的造型，整体呢是一个颜色非常鲜艳的感觉。最期待又最喜欢的地方呢，绝对是它的胸前漂亮的圆弧的造型。当初呢，库玛也是直接就把这个链柱直接推给我，就说：“幸好你一定会喜欢的。”虽然我很想反驳，但是我说啊，好啊，我很喜欢。底座的部分呢，就是有一个爱心的造型，是白色到粉色的渐层。鬼灭之刃的 Figure Zero 呢，在断刀春篇除了有我们的炼柱跟霞柱、石头无两之外呢，之后也会推出吃鬼让我更强大的那个玄弥。玄弥的话呢，之后也可以大家期待一下。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永井豪老师50周年所推出的，之前就有推出过这个无敌铁金刚格劲嘛，后面是出卡拉达 K7跟达布拉之人2，第3波的商品呢，就是我们的 GX08啊木兰号，还有 GX09啊米涅瓦 X。那我这个木兰号呢，就可以看到它就是还原那时候经典造型少女的比例，好，大家最在意的胸前圆润的木兰飞弹，也有把它还原出来，而且它这次呢就有附上更坚挺的版本，超级大，而且这个坚挺的版本呢，就是可以组装它后面的这个飞弹的下半身，然后让我们这个无敌铁金刚拿的飞起来。它为了可以让跟玩具人还原无敌铁金刚拿这个木兰飞弹飞起来的这个造型，所以呢，这个套组它里面有附一个无敌铁金刚，就是抓这个的手。这个木兰飞弹呢，它背后也是有2个这个发射孔，就动一下，木兰飞弹，那这个头盔呢，也可以算是新规的这个造型，就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女主角旁边这个米涅瓦 X 呢，它其实就是为了跟我们这个无敌铁金刚配对嘛，它是做一个相似的造型。它腹部这边呢也有一个6角形的这个透明键，是我们的弹铝电路，感觉有点色啊，像那个阿凡达那撒黑路那种，就是你说那个毛要揪成那一起，他没怎样，可是就觉得色色的。出太。在身上的一些部位呢，也是用我们的这个合金材质。它这一组是有附上地台的。那之后呢，会推出我觉得算是在无敌铁金刚人气也非常高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的阿强1号，非常令人期待啊！毕竟现在要买也不好买，各位玩具人有这个预算，我觉得真的可以买一下。把握这个机会，我现在要介绍的呢，就是 SH Monster Arts 大怪兽卡美拉重生卡美拉2023，就是这次 Netflix 最新推出的影集，暌违17年之后才推出的新作，它就是根据呢刚刚这部里面的这个动画设定呢，去还原它的造型。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从它的骨骼，然后去推算它的这个关节的位置应该要在哪里，所以它这次造型兼具可动的这个技术真的是很厉害，还原它这个锐利的龟壳，还有它这个全身这个很刺啊，然后非常有分量、凶恶的造型，整体拿起来是手感非常好。整个背的这个壳的涂装可以看到，上面都有用一些纹路去把它处理，然后在涂装上面我觉得也非常非常不错。它
它肚子这边也是还原它这次剧中里面有那个闪亮肚子的纹路。让人惊艳的是，刚刚在玩的时候，就是它可以变成飞行形态。那我觉得它变成飞行形态的那种方式，算是非常的特别，因为它等于是说把身体的主体翻过来之后，开变成背面这样子。等一下我们拍特写的时候会示范给大家看。它这次就是有附这个飞行状态的配件，还有这个飞行状态的支架，然后就是可以直接靠在上面。大家期待的断手配件呢，这次是没有。那接下来呢，我就是介绍几个链锯人的商品。Figuarts。链锯人是根据他跟蝙蝠恶魔在战斗的时候，他被鲜血啊、肠子啊、脏器所包围的那个战斗的场景来设计。链锯人本体呢，就是头部已经是变成链锯的造型。这个头部的锯片呢，不只是上面有涂上鲜血的涂装，还有直接用一个带点透明感、血液的特效配件连在上面，让整个场面变得更加血腥生动。其实就是还原出那种蝙蝠恶魔他那个狗的那种感觉。这次的这个血跟脏器的特效配件，其实算是蛮用心在处理喷溅的血液跟流动的脏器之外呢，它还有在颜色上做出一些区别，像是血的话就是带点透明感，那肠子的部分可能就是比较实色，所以整体的底座是非常的有层次感。双手的锯片呢，也是有直接涂上了鲜血的感觉，然后直接是延伸在手上。上半身的白色衬衫呢，除了有飞扬感的形塑之外，还有很多做旧的涂装。同样是链锯人商品，是比较可爱造型的 Figuarts Mini， 有电制跟帕瓦。那电制这边呢，直接附上一个波吉塔，超可爱。买波吉塔这种电制，电制的这个造型，它已经是公安的造型，但它还那么好附一个波吉塔给你。这两款角色的 Figuarts Mini， 他们在脸部的表情呢，都是比较阳光微笑的感觉。而且其实帕瓦是真的蛮可爱的。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也是我们的 Figuarts Mini 萨姆美少女战士剧场版的3位角色，分别是我们的夜天光、大气光跟我们的星野光。在做成 Figuarts Mini 之后呢，都非常非常的可爱，因为他们头发都是绑那种长马尾，所以从背后看起来你都可以看到他们飘逸长发。可以看到他们这次的造型呢，我个人觉得算是偏害羞一点。在外面美少女战士的那个盔甲的内部是穿着一个很像绑带比基尼的感觉。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强异型攻击钢弹动画版罗伯文15周年纪念版，它就是之前贩售过的攻击钢弹呢，再加上强异型的配件，再推出的同款版本，在武装部分呢做了部分替换，然后呢在关节的地方，像脚踝跟胸部这边的关节也做了更新。比较特别的是，它这次在这个推进器上面的这个喷射特效，还有它这次的光束军刀，超帅，超动感。就是让它整个那个挥斩的这个姿势更具动感的。那武装的部分呢，它就有附了光束步枪，还有光束军刀、光束步枪的特效片。它在这次追加了这个动画中经典场景特效片，还有它旁边的字样 Kira Yamato 钢弹部 Ikimas 王大和钢弹出击。然后它15周年这个特别版还有一个这个15周年的纪念底座。那其实现在就是罗伯魂15周年，所以只要购买罗伯魂 Anime 就有第一弹的15周年的底座跟第二弹的15周年底座，在不同的日期买呢，会有不同颜色的字样，我觉得也算是非常非常赞。有几款商品它是本来就会附了，各位玩具想知道更多资讯的话，就可以上我们的 Tamashii Nation 的官方粉丝专页上去看这个活动的消息。这些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各位玩具介绍的2023年秋季推荐的排行榜。介绍这么多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凯兹跟卡美拉两个不相上下，因为两个都是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IP。来，签好你呢？我的话呢，当然就是木兰可以发射木兰飞弹，每一个男生从小就喜欢玩的一个可玩性，好不好？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选链柱。如果我有一只链柱在家里，我应该会蛮开心。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各位玩具的介绍。如果有喜欢的话呢，其实这些呢都是已经正在发售中的商品。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大家记得订阅玩具频道，小圆开起来，追踪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玩具看。啊，玩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拜拜。